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钟道和。中美之战现在打的是越来越凶，从关税、晶片、稀土，现在航运也要继续打下去了。对于习近平来说，我只能继续打，因为我不会输。这不是我们节目上乱讲。你看到《华尔街日报》他是怎么形容习近平？他说，习近平来说，中国是有自信能打赢贸易战的，还有正面硬扛川普。他要怎么硬扛川普？他的策略非常的简单。我们过去都有读过一句话，叫做“师夷之长，继之以夷”。简单来讲，我用你的魔法来对付你。我今天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今天用这个相对的东西来卡我的晶片，那我今天就用同样的方法把你的稀土给卡回来。但是这个问题点是，今天中国跟习近平算盘可能要打砸了。对于川普来说，他今天你要跟我打，那我就跟你打到底。你看到川普怎么做？针对于稀土这一件事情，好，他现在直接跟加拿大讲说，我要入主你加拿大企业的矿场，甚至今天我有国安问题的时候，当今天半导体业，包括在荷兰的这所谓的安氏有国安问题的时候，我直接叫荷兰的相关的官员，你直接把安氏的中国籍的 CEO 给我开掉。你今天没有办法开掉，那我就要过来动你了。甚至中国今天不买美国的大豆，转去跟阿根廷买，他就一句话施压阿根廷的总统：今天你不准把大豆卖给中国。所以就回到我刚刚讲的，师夷之长，继之以夷。现在对于习近平来说，我学到了非常多啊，我跟美国交手非常多啊，我准备好啦。但是他今天对上的是一个狂人川普，是一个如黑帮老大般流氓的川普，这一次恐怕要踢到铁板了。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专业专家林廷辉，大家好；桃园市议员黄敬平，大家平安；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志栋，现在中美真的打得越来越火热。我们讲关税、晶片、稀土、航运，结果我心里想，真的没有要退。我们说在讲什么鹰派、鸽派，现在华尔街怎么讲？对，他华尔街日报讲得非常简单，我中国，我习近平稳赢的，没问题的，我杠到底啦。结果完蛋，现在出事了。为什么？我刚特别讲到，你过去的对手叫做奥巴马，你过去的对手叫什么？叫做拜登。现在你遇到可是狂人川普。对，没错。是啊，我们讲《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报道，他说什么呢？中国自信能打赢贸易战，正在硬扛川普。好，那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呢，中国认为说我找到了川普的弱点，他就川普总统呢对股市的执着，他永远就会他口。所以呢，我只要对你施压的时候，那你可能就会退让一个状况。可是问题是，我们这一次中国不是对美国发动所谓稀土战吗？结果他一打下去的时候，中国赫然发现说，这个川普呢，其实他也没有要退让的意思啊，反而是中国呢边打边撤退。好，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边打边撤退？对，为什么边打边撤退？很简单，因为这个所谓习近平的想法是这样子的：你美国过去怎么对付我，我就怎么对付你。譬如说你在晶片卡我脖子，我就用稀土卡你的脖子。你说呢？我不能够卖到全世界的这个任何地方的时候，那我也用稀土，我不让你卖到全世界，用这样卡你的方式，他等于是拿过去美国的招式来对付中国，来对付这个美国。好，你看稀土是这样卡你，晶片我也是这样卡你，然后呢，农产品我也这样卡你，我用这些招式来对付你，就你美国过去怎么对我，我就用这方式回敬你。可是问题是，你呢？现在面对的对手是谁？现在面对的对手不是拜登，拜登是什么？拜登他是输给了川普，当然这个拜登呢，他认为说这个拜登在川普的眼里就是他是个 lazy Joe 很懦弱的 sleepy Joe， 我好利博赶快，尤其是川普他之前已经有跟中国交手过了，所以他大概也知道中国要玩什么把戏啦，所以他现在等于是你用什么方法对我没关系，但是我再用下一招对付你。简单来说，稀土的你要稀土卡我 ，OK， 我也不要跟你硬扛，我就直接入股什么加拿大有是不是稀土矿，我就给你入股。我现在跳过加拿大政府，我就直接入股。我直接入股的，对，我直接买。好，那他现在准备跟谁买？他现在准备跟巴基斯坦也要合作，然后准备呢，这个澳洲总理要来，他也跟这个澳洲说，你们有一家在阿拉斯加的这个矿啊，我也要知道。所以他现在等于是全世界狂买这个矿，用这样来反制你的稀土。那你晶片呢？好，你要卡我晶片 ，OK， 我现在用更大的方式，你要买荷兰的安斯，对不对？我就跟荷兰说，如果你这个不要让安斯变成是这个黑名单的话，你最好把他的中国籍 CEO 把它换掉。就荷兰当然就你没有换掉他，就是我弄你的时候了。对啊，所以呢，荷兰当然也是听他的话。再来农产品。
现在中国在他们的网页上面呢，他们的这个官网直接说什么？你看美国的大豆堆积如山，没人要买啦，我们就买什么巴西的、阿根廷的，还有这个乌拉圭的大豆。就没想到这几天呢，这个阿根廷的总统去访问美国，你知道川普就直接跟他说：“我希望你阿根廷最好不要卖给这个中国大豆，不要跟中国往来。然后呢，这个你们有什么军事协议，最好都不要。”所以你看，他有什么招式？习近平有什么招式？川普就用更高明的方式破解你，所以才说啊，事实上。这一次的习近平，你真的要硬扛川普吗？川普这个狂人他完全不按牌理出牌，或许真正搞不好最后获胜的会是川普啊！志栋，这样真的太奇怪。对于中国，对于习近平过来说，他们记得一句话：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是我用你的魔法来对付你，绝对没有错。对，结果你刚刚这样讲，你遇到的是川普，这跟你过去每次跟美国交手都慢慢写，都知道他们是在想什么。是，结果这一次那些东西都要撕掉的。对，没错。好，事实上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非常简单，你看对应中国对应美国的策略就是你有什么方法，我用什么方法来对付你。你过去用什么招式对付你，我就用什么招式对付你。这是《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为什么《华尔街日报》会报道这个东西呢？因为主要就是因为这一次这个北京不是用所谓的稀土方式来对付你吗？对。好，那稀土方式对付你，他们的了解说，他其实用的招式跟美国对付中国的方式很像。对。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看，他就说北京方面在制定一项战略，与美国政策初期的相似，就是逐业的照搬。逐业照搬。对。一个字都没有改哦。对，没错。好，那他用什么？他用稀土嘛，对不对？他怎么用稀土呢？第一个。美国在怎么管控你这个中国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技术呢？第一个，美国就说你只要用到我美国的技术、半导体材料任何技术，你就属于我美国半导体所管制的范围之内。对。然后他还说了，你14奈米以下的东西呢，不能够卖到这个所谓中国去。然后跟 AI 啦、军事相关的，我都管制你。所以美国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框住你的晶片，对不对？就像中国这一次，他怎么抄？他就说 OK， 你只要用到我中国的技术的任何部分。包括说原材料、技术或是产品的部分，都受到我中国的稀土所管辖。0.1哦，那这个你要你0.1都要听过我。对，那这跟美国完全一模一样嘛。美国的长臂管辖是这样，中国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所以我就说，这句话叫做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中国过去的一个惯例。但是显然这一次这一招没有用，因为什么？川普就直接我就跟你说我在那边冲下，我就跳过你嘛哈。我现在不是讲吗？现在美国最在意的就是稀土，因为中国认为它可以卡你嘛。那好，那美国怎么做？美国现在就这样做。第一个，美国这几天，你看白宫10月6号宣布什么？我要投资加拿大的矿产勘探公司叫 Trilogic 公司，它要投资3560万美金，然后美国政府可以取得10%的股份。对，因为它是做什么？它是买什么？铜矿、钴矿、锌矿还有铅矿。钴矿就是非常重要的稀土元素，美国直接买你。再来，他还入股一个加拿大锂商公司 Lithium American， 就是美国铝业公司，美国锂矿公司。他就说什么？因为他这一家是做锂矿，他有非常大量的锂矿，美国就直接给你入股啦。入股之后呢，就你起码变瓜黑啊。所以你知道，像美国直接入股2家加拿大公司，那加拿大公司怎么说？你看。这个很多人就直接报道，那美国政府直接入股加拿大关键的矿业公司，加拿大敢拦吗？当然拦都不敢拦嘛。对，你就知道说，事实上你看，这个加拿大上面相关的报道说什么？你看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s pushing anxiety by steals， 就是美国总统川普正在秘密的推进并吞的计划。对，然后川普这个几个一个厚颜无耻，你看他们这样批评他。宣称期望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他是个十足的表演者。因此，加拿大在这个美国政府在加拿大这个总理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呢，收购了温哥华的美国锂业公司嘛，还有3部曲，我刚才讲了2家公司，对，就这样一个状况。他就说什么？他说，就像川普惩罚性的贸易战一样，这显然在炫耀经济实力，向加拿大表明谁才是老大。对，谁是老大嘛？对，像捞多，我可以捞多嘛？因为他都一直要求说加拿大，你就变成我美国的51州嘛。那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就不鸟他嘛。那甚至这几天不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嘛？他们2个不是出席了中东的这个和平会议吗？对，和平会议的时候2个讲话了，2个讲话了。然后川普就说，叫这个卡尼总统，然后卡尼就说，很高兴啊，你把我升级的总统那个状况，好像是在亏川普。川普就说什么，我至少没有叫你州长，我算是尊敬你呀。州长，对啊，所以那是他根本完全不把加拿大放在眼里啊，所以等于是他跳过加拿大的方式就直接入股他。另外我就讲，接下来澳洲总理要去访问澳洲啊，美国已经直接跟澳洲总理说，你准备一个叫 Nova 公司啊，你们在这个阿拉斯加有矿业的，我搞不好也要入股你。所以他等于是用这样的方式，他完全
跳过任何的规矩这样一个状况，所以这就是川普的方式啊。川普不，那你说中国能够学吗？学不了，中国没有人理你的。对啊，中国没办法学。中国你说，哎，我也去买一个国外的这个半导体公司，你觉得他有办法做到？没有办法做到，这就是川普狂的地方。川普狂就是说，他可以用你想不到的方法对付你。另外就是这样嘛，中国我就讲，中国可以去入股，你说你可以去买国外的半导体公司吗？有可能吗？你看。那这《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是如何施压荷兰罢免这个安斯半导体中方 CEO 的？对，就是这样嘛。原本呢，安斯半导体就在荷兰的公司，对，他已经被中国的文泰科技买了，买了之后，他就派了一个中国籍的这个 CEO 嘛，叫张学正嘛，他其实也是文泰科技的创办人嘛。就美国就直接跟他讲，你看，美国就跟荷兰官员警告，如果不想让这个安斯半导体被列入贸易黑名单的话，罢免其中国母公司派出的 CEO 是唯一的方法，唯一选择。他就直接跟你讲了，那直接跟你讲说，那怎么办？那当然了，荷兰就马上就说好，那我们就接管它就把它买进来，就把它变成是说，哎，你 CEO 要换人，换成谁？换成原本的荷兰籍的他们的这个 CFO， 就是财务长，换成这样。要不然这样，不然没办法。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你就有可能会被美国列为黑名单。那你说美国啊，就对付安斯半岛没有？美国搞不好会对其他公司也开闸嘛。好，那我就讲，那显然中国要怎么做呢？中国如果真的要学川普的话，他就把这几家公司呢，他就命令你把这个 CEO 给换掉，换成是我们美国、中国相关的人士。为什么？因为这样才能表达，就是你真的也能够学美国一样嘛，不然你就不可能嘛。真的假的啦？你不可能嘛？你说那些公司会理中国吗？根本不会理中国嘛，因为他们一定有用到中国的锂矿啊。那你用到中国锂矿啊，那你一样啊，你受到我的长臂管辖，你不能跟美国做生意啊。他们会听中国吗？当然不听，不会嘛。所以你看，这才是真正实力的展现。美国跟你讲，我喊密博赶快收在这些，我真的可以叫荷兰把你的中国籍的 CEO 给踢掉。你有没有办法让这些公司不要让我美国入股？不可能，就是两个人差异就在这个地方。好，那除了目前为止的差异之外，我就讲这几天的时候呢，这个阿根廷的总统去访问川普。那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因为阿根廷呢，过去一段时间是美国，是中国最重要在中南美“一带一路”的国家。对。那这个时候他们的这个总统呢，米雷伊呢，过去那阿根廷过去跟中国非常好，所以阿根廷跟中国还有签一个什么叫货币交换？什么叫货币交换？他们有180亿美金的货币交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阿根廷你跟我中国做生意的时候呢，这180亿美金呢，你可以用阿根廷的 peso 直接跟我的人民币互换。哦，那你可以拿到人民币之后，那你知道过去这个阿根廷的用来做什么？他会把你的人民币拿过来之后呢，我把他人民币去买美金，然后还我的外债。因为什么？因为阿根廷的 peso 没人要。但是他也不要人民币，他就是把你的人民币拿过来之后换成美金，然后我把一堆 peso 给你。那现在呢，米雷伊呢，他准备要跟美国获得一个200亿的货币互换，就是他说啊，我未来不要跟中国这180亿，我要跟美国200亿的这个货币会互换，就是我拿美金来跟我的这个 peso 来换。对，那这个时候川普就说 OK， 我可以这样跟你做，但是你要答应我几个条件。第一个，你要在这个期中选举你要获胜。再来就是说什么？他说了，你们阿根廷有到这个中国出口大豆啊？我说你们未来不要再跟中国做生意了，因为什么？你要跟我美国做生意，你干嘛还要卖东西给这个中国？所以他要大豆不要卖给他。第二个是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南半球最南端这个地方这个巴塔哥尼亚这个地区的时候，2012年的时候，那这个地方呢，中国呢有斥资3亿美金。在这个地方呢，建了一个1000万美元的小型发电厂，还有2个直径13.5米、35米的抛物线电线，就是这个。然后他做什么？他主要要做一个所谓卫星，就是说他用这个地方来做这个中国的卫星的探看，还有包括说他们的太空计划，用这样子。那这个就跟阿根廷合作，他就说，你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你们最好不要再跟中国有所谓的军事往来。那你知道米雷伊说什么？好。我回去会注意这一点。他不是跟中国很要好吗？但是没办法，因为他马上就切断了。他现在要美国的帮助，他只能这样做。所以美国，你看，川普就直接把你的在阿根廷的庄给拔掉。所以我跟你讲，这就是川普的这个做法。好，那川普的这个做法来说，你看《华尔街日报》就报道啊，那原本中国自信能够打赢贸易战啊，叫硬扛川普嘛，对不对？那我们就讲。过去一段时间来说的话，我们不是曾经在讲过吗？中国的首席代表李成钢在8月的时候就曾经跟美国威胁说，美国你要面临到地狱烈火，你没听我的，你就吃地狱烈火。对，那当时是这样，当时他认为说，为什么他会认为说你会 tackle？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这个川普每一次遇到股市大跌，他都丢，每次大跌都丢。4月是如此，后来6月是如此，8月是如此，所以他认为啊，这一次我跟你硬扛的时候，你应该也会这个
这个痛彻心扉。就没想到川普这一次不让，川普不让的话，你看连贝森特就说他觉得这个很奇怪。他说呢，你可能这个针对稀土的决策，他认为习近平可能不知道。那我觉得这个当然他也在帮习近平讲话，他不认为说这个，他认为说这个不是习近平，但是我认为说这有可能是习近平。为什么？因为习近平目前为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尤其是美国高阶官员就是说，美国商务部啦，中国商务部还有国家安全部呢，跟财政部两个方向不一样。所以来跟你讲，目前为止来说，中国习近平选择跟你硬扛。但硬扛的结果来说，扛到目前为止来说，他也节节败退。那你看，你用你的这个美国的魔法去对付美国，但是没想到这个川普呢，他不用那一招，川普用他的川普战法，他换招了，对，跟你对抗。所以来说，那接下来就要看谁，看习近平啊，他会不会变招。既然川普变招弄了一套，我原本你打降龙十八掌，我跟你打降龙十八掌。现在呢，这个川普使出九阴真经，那就看习近平有没有办法真的打出九阴真经来跟你反击。国正，现在中国不买美国大豆之后，你说现在川普要祭出一招叫做脏油战术，我心里想，什么叫脏油战术？原来这个脏油战术是地沟油。对，中国的地沟油危机要再发生，因为川普打出了叫做脏油战术啊！你看川普真的很生气哦，中国是故意不买我们的大豆，现在从4月开始一颗都没有买，到现在都没有买，这其实是一种经济敌对的行为，所以他考虑做一件事，什么？要禁止中国的食用油出口到美国。想说中国什么时候出口很多食用油？对啊，怎么会有食用油？你看这张表也看得很糊涂嘛！这是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大豆的出口量，这么多，然后美国进口的中国食用油其实还是一点点。对，可不可以？这场战争是什么？会不会不痛不痒，烧不到痒处？我告诉你，问题其实很严重，因为美国的食用油其实不是从中国进口了，美国吃的食用油是从马来西亚跟印尼进口棕榈油。那他说的食用油是什么？但是从去年开始，美国大量进口什么？大量进口中国的废弃食用油，而且创下历史新高。现在美国是中国废弃食用油最大的出口市场。达到127万公吨成长52%。你知道拿这个油去干嘛吗？把地沟油提炼成废弃食用油，再做成飞机的燃料。所以美国其实解决了什么？中国的地沟油危机。现在川普找到一个武器是什么？我告诉你，虽然金额不大，才127万吨，大127万吨，我吓死人！我以后就不让你这些地沟油出口到美国，把你丢回在中国去。那我告诉你，中国其实到现在都在苦恼所谓的地沟油危机。你看，这里是中国，我们由中国媒体来自己讲中国嘛，屡禁不止的地沟油其实还在现在还有地沟油。这是中国的《新周刊》是讲了，而且他还去访问了武汉的食品科学的一个教授叫何东平，他说什么你知道吗？他统计一个数字是中国人每吃10顿饭就有1顿是地沟油，吓死人了。对，中国每年大概用2250万吨的植物油，地沟油大概产生了2000到300万吨，然后再回到中国人的餐桌，等于这些地沟油回到餐桌里面。其实中国每天都可能会吃到地沟油，而且到2022年这个问题还严重，直到美国开始在进口它的地沟油做航空燃料。那这些地沟油，你想说到底吃到哪里去呢？广州2018年发生一件事情，你以为吃鸡脚没事吗？炸鸡脚没事吗？它其实用地沟油去炸鸡脚。哦，再来，你吃麻辣锅，你其实看不出来，里面辣油底料一大堆嘛。2020年的时候，央视记讲的，发现四川广安的麻辣锅其实把地沟油回收的油再加成食用油，再把它回到火锅里面用老油来掩护，因为这些比地沟油其实检测不出来，因为你加了麻辣锅里面加了一大堆东西，它就糊的了。科学上其实要检测地沟油或回收的油其实很困难。对，好，那中国影响会很大。川普这个炸弹有多大？习近平可能现在都没有想到，川普这招那么狠。这是中国农业大学他们在讨论地沟油危机有多大。这是中国农业大学的食品营养科技跟安全系的副教授叫范志宏，他讲地沟油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地沟，你以为它是脏吗？其实不是，因为你多次加工，而且废弃的食用油多次加工，一直把它加热，把它变成好像真的食用油一样，它氧化这件事情会产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一直在那边加温的话，会产生大量的致癌物质，会有2股恶势力，一个叫黄曲霉毒素，一个叫苯必比，这2个最邪恶。黄曲霉毒素是什么？是地表上发现最强的致癌物质，毒性是砒霜的68倍，而且生命力很强，要到280度才会分解。你吃饭根本没那么高的温度嘛，所以你一定会吃地沟油，10顿吃1顿嘛，就会吃到黄曲霉毒素。再来苯必比，
第1级的危险毒物强烈致癌性。日本还去做一个实验哦，这是他们自己的报道哦，把它涂在兔子耳朵，结果40天就长出了肿瘤来。非常可怕，太可怕了。如果环境中每增加1%，肺癌的死亡率就会增加5%。然后这种物质还可以存10年，所以在人体会长期储存。所以地沟油，你以为你吃到没有影响，你不会得癌症，因为它可能是10年或15年后才会发生。好，奇迹发生了哦，这是中国自己的媒体哦。对，美国的贡献有多大？我们来看这边中国媒体的报道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自己的讨论啊，出口暴增600%，地沟油1吨7200块，比刚才还贵哦，等于1公斤要7.2元哦，你知道吗？他们多开心，你知道吗？这世界变成我不懂的样子了，我们再也吃不到地沟油。刚才不是说10吨吃1吨吗？就去年10月的事情哦，11月的事情，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你知道地沟油都跑去哪里吗？因为都出口到美国政府去了，美国都把地沟油给买了。对，所以国政这样一路这样听下来，如果今天川普说你中国你习近平不买大豆的话，我就不要买你的这个废弃食用油。你这样的话，你光这食用问题你就完蛋了。结果你原本可以解决国内事情，你还可以去赚钱的。现在习近平是拿石头去砸自己的脚了。对，60%都出口到美国，现在把它100多万吨丢回去，就会发生什么问题嘛？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嘛？所以我本来是个完美循环、善的循环，要好好跟世界做朋友嘛。美国人种大豆，到中国做食用油，你废弃的这些地沟油没关系，做成再加上又回到美国当燃料，然后美国再把它生产过来，不是非常完美吗？现在他早上阿根廷去买大豆，阿根廷能够吃掉100多万吨的废食用油吗？不可能，不可能嘛！没有再生燃料，没有飞机的，没那么多飞机，而且到时候美国如果规定，只要进到美国的飞机一定不能用中国的废食用油，怎么办？美国是可以这个权利的，所以这个问题。最后金额不大，但是各种癌症有可能找上中国啊！食安危机、地沟油危机会再度发生，所以习近平想都没有想到这些事情会很严重。廷伟，在4中全会前，我们一直说这氛围也太奇怪，我们都知道一定会斗，一定有相关的风声出来，没想到是你看到了，我们除了讲到虽然有鹰派跟鸽派之外，今天我们的这个所谓国安局就已经讲了，他说中国解放军现役上将16人。神隐了，不见了，大家觉得非常非常怪。他说什么？恐怕是一个大规模的清洗。再加上我们刚刚看到是这个贸易代表李成钢，竟然可以这么鹰派，直接讲说你不答应我的话，那去吃地狱火就好啦。对，因为4中全会之前的话，但很多的人事变动，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大概这些上将已经就是完蛋了，因为基本上就是被双规也好，或是被铲除也好，不管怎么样。今天来讲的话，这16个这个将军上将来讲的话，基本上就是不见了。那可能有后面的取代。那我们国安局其实找蛮久的，因为找这些人基本上就看有没有蛛丝马迹，对，然后也派人或者怎么样之类的去了解到整个状况。的确，内部的权斗非常非常严重，所以就也难怪李成钢会讲那么硬的话。对，不好意思啊，李成钢如果讲软的话，他的乌纱帽就不见了啦。所以在中国来讲，所有官场唯一一个可以讲软话的是谁？只有习近平而已，只有他能够对川普讲软话，其他的基本上都是讲硬话。所以你今天来讲，李成钢也好，或者是今天贝森特的对口就是何立峰，他们基本上跟你虚应故事，然后但你虚应故事的底下来讲的话，表面上一定要讲硬话，但私底下说不定还跟贝森特求饶也不一定。我要讲这个意思是什么东西？今天贝森特讲的这些事情其实都已经释放出一些什么讯息？就是其实这个对外的这个稀土战也好，或是针对刚刚提到这些农产品也好，什么样的贸易战也好。中国背后来讲的话，是凸显出它的经济状况非常非常不好，而内部来讲的话，又更加形成一种所谓的人事斗争的这种局面。所以其实贝森特他没有讲的一句话叫做“中国内部出事了”，什么意思呢？中国内部来讲，有很多东西可能是摆不定的，所以他才说大胆假设习近平，他用大胆假设，可能控制不了内斗。是，但另外一个层面是。里面可斗凶可很惨的，所以基本上美国都知道说中国你底知道在哪里，你的底细你底到底有了什么筹码？其实美国摸得一清二楚，
CIA 或者是美国这些商务部、财政部没有那么笨蛋，他早就知道你中国的底细在哪里。只不过说，我在透过这4次会谈，到底你能够给我什么东西？好，看起来是没有嘛。那没有的话，那今天来讲的话，你内部来讲，突然间出那么狠招出来，而且又是在所谓的川习会之前，要搞这个事情，甚至于说也有传出说川习会之后可能会交代像贝森特跟何立峰再谈第5次会谈啊，但是现在又传出说在川习会之前就要谈这个贝森特跟何立峰的见面了，讯息非常混杂，这代表一个什么事情？就是很多事情中国内部瞧不定嘛。那为什么瞧不定？有一个人只能拍板嘛，那就是习近平而已嘛。不能拍板的吗？所以每个人都在等习近平拍板嘛。那代表说内部来讲的话，大家的意见如果不合的话，像有人说李成钢是硬派，踩硬的，对他的商务部踩硬的，他的财政部踩软的，或者是怎么样，他不管。其实不管踩硬踩软的话，最后都是等习近平拍板。所以显然内部来讲都是一团乱。那什么意思呢？就习近平他不是专业的嘛，他是贸易专才吗？他也不是财政专才啊。那底下的人给他的专业建议没有用啊。也就是习近平心里想什么就讲什么啊。所以今天为什么川普也提到一件事情啊？反正就是中国就是这个样子嘛。对，他喜欢吃占人家便宜嘛，对不对？他在见那个阿根廷的这个总统的时候啊，当然阿根廷总统是很效忠他的，所以阿根廷来讲的话，他们国家来讲，这个中国就趁这个机会来那个什么，就是买阿根廷的一些相关农产品。那现在川普也叫阿根廷不要卖给他啦。这一件事情代表什么意思？就川普他也生气了。川普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结盟其他的跟美国友好的这些国家，我们一起来搞中国。对，我们就是什么？你不要卖东西给他啊，他不买我东西啊，大家都不要卖东西给他啊。这个事情就是想要把习近平逼到墙角。而且你以为什么？你以为我跟奥巴马，你以为我跟拜登一样软吗？我不一样的。对，他是不一样的。你还想学我们？所以川普他使的招数会可能越来越凶狠。你今天看到他课征什么那个这个所谓船舶的港口税等等之类，还有后面的一连串的动作，其实川普都可能会不断的出招。但是这个出招的做法，其实就是逼着中国习近平你就范，或者是可以看出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的一个真实的现象。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